节课呢，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咱们浅贴甲片延长的教程啊。这个手指呢是提前简单做了一下前置，然后本甲是没有任何胶的情况下去进行操作的。然后运用的这个浅贴甲片呢，市面上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像这种两边尖尖比较高的，还有一种呢它中间弧度不是特别这么低，稍微平一点的，这种浅贴也叫做月牙贴。月牙贴甲片啊，这种甲片本身它带的这种弧度是比较圆的，能看出来吗？就是像浅贴甲片的这种前缘弧度，它是圆的一半这种，所以说大家想要达到弧度比较圆的情况下，它可以选择直接运用这种甲片。但是因为本身它的弧度比较高，如果遇到一些扁平甲在粘贴的时候，如果选用合适的甲片，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残留，会有一点点空隙，所以说空隙呢需要大家多注意，用胶来去填补，然后后期做整甲的这种建构塑形，做整甲的建构塑形。好了，拿这个指甲来给大家做演示啊，做演示。它的这个来过你的手，看一下，就是我们在操作浅贴甲片的时候，大家要记住一个理论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它微笑线，你看整个游离缘是偏直一点的，那么我们在贴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这个甲片有点小啊，可以适当的往下来一点。也就是说，用这种甲片去粘贴，需要注意两个注意点，一个是 A、B 点两边是必须要完全盖住，必须要盖住的。第二个，不能只贴白色边缘线以下去，要适当盖过游离缘往上来一点。但是像这种微笑线比较高的，那是有可能需要贴的位置再高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贴到这儿。如果贴的位置特别高，那就接近于全贴了啊，接近于半贴了，接近于半贴了。所以说，在选用这种甲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顾客本甲的甲型。你像它这个本甲弧度是有一点问题甲的，这不是打磨出来的，是自己本身呈现的啊，自己指甲就出现这种情况。甲母受损嘛，之前可能某个情况下甲母受损，导致这里产生了凹陷，再长出来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然后像这种我们贴的时候，你看正好它的弧度是贴合的，那就没有问题。扁平甲大家一定注意，在选用甲片的时候，前缘肯定是有空隙，需要我们去怎么样用这个胶去把前缘填补的啊。好，我们用这种浅贴甲片的时候，注意一般来说咱们使用的胶水为速干胶，速干胶操作的是比较快的。如果说大家使用这种粘合胶，那么一定需要一个人去配合你，而且出错率比速干胶要多一点点，因为可能你在照干的途中，因为有两个角嘛，对不对？那两个角还没有干的情况下，胶已经干了，所以说用速干胶的好处就是前缘在压平的情况下，感觉松手没问题了，两边可以再次压一下，然后待会儿实操会给大家去讲，会去讲。首先来说一下它的操作步骤，我们在指甲修好甲型之后，先去把我们要贴甲片的部分进行打磨处理。打磨的话，大家可以用海绵抛，也可以用那种粗砂条，用细砂、粗砂都可以。记住，只要是我们贴甲片的位置，一定是不能干啥，不能有水分、油脂残留的。你可以打磨的位置比你贴甲片的位置稍微高一点点。稍微高一点，但是不能比你贴甲片的位置还要低啊！你也可以直接整甲打磨，但整甲打磨过后，我们的手一定注意是不能碰到后缘的这个甲面的，要不然就白打了，一会儿还得再打一遍。所以说我会先去把前缘的这个位置去打磨，打磨好了之后清洁出来，清洁擦干净，用湿棉片稍微擦干净。擦干净之后，如果甲片还有水分残留，你感觉不够彻底，那么可以用一个干燥剂，用干燥剂把前缘单独的去一下多余的水分和油脂。这个干燥剂只针对于本甲操作啊，延长甲、甲片这些是没有用的，就算在贴完甲片后去涂抹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啊。好了，处理好之后，我们接下来去选择合适大小的甲片。甲片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能出现小蛮腰。什么叫小蛮腰呢？就是我们在正常放到合适的位置之后，两边这个角它可以稍微有点翘，翘的话一会儿我们贴甲片可以拿手给它压下去，看到没有？两边这条线条就直了。但如果说你放上去，就是正常状态下，侧面看过来是一条直线，放下去之后，如果发现这个位置特别往里凹，那说明这个甲片小了。我选一个小号的甲片，大家看啊。比如说放下去，全压下去的时候，两边基本上都会贴合，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但是能不能发现这个位置是往里凹的？那说明这个甲片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的。所以说4号甲片咱们换成了3号甲片。3号甲片就宁愿稍微宽一点，千万不要让它太瘦。小蛮腰是没办法往回收的，但是宽了咱可以往回去打磨，好吧？另外，像如果你们用这种两端尖尖的是比较好用的。如果说这个尖尖它的微笑线并不高，这两端的尖尖你觉得影响操作，是可以有这么一个步骤，拿我们的指甲钳，注意看啊，是这种斜向，这种不要横着剪啊，稍微倾斜一点，让它比靠边的最高点在指甲两侧变到往内侧去收一点点。现在再来看，换下去之后，两边是不是就两边在贴合的甲沟线在贴合的情况下，它的
这个高点就往中间去挪了，就不会说老师我这个贴两侧，我总感觉翘边翘得很厉害，早晚得打磨掉，那么就可以提前剪一下啊。但正常来说咱是不用去剪的，好吧？这个视情况而定，不代表说剪和不剪都是对的，剪和不剪都是对的，好不好？去看大家的个人习惯。好了，这个甲片大小我们再选择，因为它指甲前端比较往里收，要跟它后缘指甲甲沟线垂直下来的话，肯定是这个甲片稍微大一点点会正好，会正好的。好了，来看啊，甲片在打磨之后，甲片呢咱们配合用的是这种速干胶，我先把底下拿走，底下拿走。用速干胶，速干胶大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可以涂到指甲上，一种是涂到这个甲片上。我呢更推荐大家涂到这个甲片上啊，大家来看。胶量不要太大，也就是我们贴多少就涂到什么位置，千万不要涂的特别靠后，一定边边角角这个角的位置胶水也要涂到位，胶水也要涂到位。来看，涂好之后，如果是扁平甲，我们在中间会适当的多刮一点点胶，用来填补。如果有什么问题，一会儿还能再去弥补的啊。那这一步呢，尽量能做就做。那如果正常指甲的话，胶量就不要太大，不然会一胶一的比较多啊，比较多。好了，贴好这个甲片，取好胶之后，来翻回来，注意看，它跟我们做半贴全贴不一样。半贴全贴是不是让大家从后缘开始压？像这种甲片的话，我更推荐大家是这样，平着往下走，对好位置，对好手指的中心线之后，平着往下去压胶啊。压下去之后，记得左右去看一眼。看一眼，感觉两边正好 A B 能够贴合前缘，哎，这个胶可以正好压到边缘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松手，不要松手，等这个胶水微微干一下。等你松手发现它不动了，这个时候切记一定有这么一个步骤，一定有这么步骤。我的指甲刚拆掉怪丑啊，大家忽略掉，看这个地方，拿我们的指甲盖压着它两端的这个尖尖压下去，一定不要忘了这个步骤，把这两端的尖尖压下去，前缘一胶没关系。没关系啊，包括你看压下去之后，看到没有？这两个尖尖它是没有翘起的，以及两侧的这个位置一定也要压到底。这是我们在贴甲片的时候一个方法。这边呢能看出来吧？适当稍微多了那么一丢丢，我们待会儿打磨甲钳的时候就磨掉了。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去选择小甲片啊。另外，同学们在贴好之后不要着急去修剪，因为现在的胶水是没有完全干透的，它的贴合面比较小，相对来说半贴和全贴，相对于半贴全贴来说它也不够那么的结实，所以说一定贴好之后就要接着去操作。然后也不要着急去修行去处理，先去贴其他，贴好之后再反过手来去操作这个，基本上就干的差不多了。当然了，如果说我试一下啊，基本上干了。如果说你们发现中间有缺胶或者有气泡有漏胶的，可以拿一个速干胶，胶水量不要太大，刮干净啊，把刷子刮干净。这个时候如果前缘靠近前缘有气泡，那么我们就拿胶水从前缘的地方那个位置去给它补一下，把胶水填进去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啊，这个步骤是可以的，不是说这是一个错误手法，因为很多情况下一旦贴合不紧，我们是可以往边边啊，包括边边的地方，但是不能涂到肉上去，往边边的地方去涂上去也是可以，好不好？那如果说指尖有缺胶或者说有空洞的，我们也同样可以来把手反过来。从指甲的内侧，但是当然了，这种补完胶，这个补胶啊，补完胶之后可能边缘就不太那么干净，但是总比掉要好得多，对不对？慢慢的把这个胶水滴进去，它会顺着那个缝缝往里面去淌。只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它刚刚本身贴的这个问题是没有的，看到没有？贴完之后它是有这个胶水存在，但至少咱能把它贴结实，这个就足够了，这个就足够了。这是啥时候蹭上去？先擦一下。这个时候在胶水没干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用湿棉片擦的啊，湿棉片一擦该发白就发白了。这里面如果后期大家觉得影响，可以涂一层敷层，给它就发亮就没事了。一定要等它干透之后，我们再去做下一步操作。来，这个时候拿一个一字剪，基本上干的差不多了啊，你们知道就好。然后来一字剪，剪出我们想要的一个长度。来把这个手伸开，对，稍微短一点。这个时候挡不住，剪掉。大家当然可以做长一点啊，你像这些都是做的这个浅贴甲片的延长，浅贴甲片的延长。然后这个你看剪的到我们合适位置大小的时候，这时候就该咱们去修甲型了，修甲型我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我先给它修一个 T。两侧收窄怎么收，也是跟我们做半贴收窄的方式是一样的。当前缘打好直线，不要去参考它后缘是斜的，但是我们要参考的是手指下来的一个垂直线条，好吧？垂直线条。来，这修好之后，两边看一下，因为这个时候胶已经干的差不多了啊。如果两边有多出去，或者看到没有，也是比较厚的，我们要不然呢就用打磨继续打磨，要不然呢我们就可以用错条打磨，错条去收窄以及变薄的方式跟半贴一样，卡好这个边缘之后，向下拉的同时往内侧去收，没有？你看一下它渐略变收了吧？
向下拉的同时往内侧去收，就相当于什么？咱们把两边的这个甲片给它磨得薄一点点，你看比刚才收就好很多，连接也要顺畅。然后像这种浅贴甲片延长，咱们也是得注意甲片连接性。甲片的连接性，然后以及两边厚度的打磨，不能让它肚子太胖，不能让它肚子太胖。那我个人习惯，我中间是不做的，不处理的，然后只把两边和拐角的区域会给它磨得薄一点，因为这样从指尖看过去，它是一个自然的弧度，不会让两边凸焦。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不会让两边凸焦。这两边呢，大家注意，在磨的时候可以去磨，但是不能一味的为了磨而把它变得太薄，太薄也不结实啊。另外一边呢，我用一个打磨机给大家处理一下来看，打磨机大家可以选用这个专门处理甲片接缝处的这种打磨头，也可以用咱们这个本甲刻磨棒啊，都可以。你们习惯用哪种就用哪种，只要是蓝标头啊，都可以去打磨甲片。蓝标、红标都可以，蓝标要稍微粗一点点。现在打磨机转速开到17左右，先试试啊，先试试。好了，这个地方先横向，看到没有？慢慢先给它变薄，先把这面上的变薄，做跟侧边线做一个连接，变薄。你看，就自动就连接上了。还有两边这个位置，咱适当给它磨薄一点点。但是因为用这个打磨头吧，我很担心很多新手同学容易把指甲磨得过薄，所以我会更推荐大家用错条去磨。后期的话，你们有经验了，想咋做就咋做，好不好？想咋操作咋操作，但是千万不要把 A B 点给的指甲磨得太薄了啊！好了，这是两种打磨方法，大家自行选择用哪种。来，我们就把甲型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地形感，往里收一收啊。注意修甲型远离 AB 点，远离 AB 点，先去把形状给它变窄、变收窄，收到一定的胖瘦程度之后，我们再去把侧边线做一个直线的连接，先左右对称的去修，看一下自己想要一个这个瘦度，因为它的指甲不适合做的太瘦啊，我会相对来说稍宽一点点，注意左右对称的去修，左右对称的收感觉可以了，先收面可以了，这个时候再单独侧过来，你看这些软掉的指甲，看到没有？我们就得把它处理掉了，跟这个甲沟线延伸做一条直线或者是斜直线，把这些多余的不要了，给它做出来，你们看清楚吗？做出这样操作呢，又不会让指甲变得过薄，然后甲型又能呈现就比较漂亮啊，比较漂亮。一定侧边线是做一个线条直线的连接。一旦为什么你们做完这个梯形，发现它就肚子胖、肚子宽，有可能是因为甲片这个位置太突出，要比你的甲型还要突出，那么做出来就不太好看，好不好？那针对于这种有肉比较多的，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薄错去修行啊，把大面修的差不多，用薄错咱给它做一个直线连接。单向打磨，要处理细节，一定是单向打磨。内侧你看，干净的磨掉，不要注意 A B 点不要出现凹洞啊，不要出现凹洞。好了，拐角适当的调整。如果说甲型比较正的，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动作，就是从底下在它平行的状态下打磨一下，这样呢左右会对称一点点啊，左右对称一点。好了，甲型咱基本上修好之后，下一步怎么操作呢？就是去给它铺胶，铺甲面的胶，做建构都会吧？就是半贴后的建构也都会吧？这个无非就是在我们刚刚做的基础上要在半贴的基础上铺胶要多一点点，然后铺胶可以用什么胶呢？可以用光疗胶，也可以用建构胶，但是不能用加护，加护胶太软是支撑不了整个指甲的硬度的啊。最好是用光疗胶操作，好不好？最好是用光疗胶操作。甲型处理干净了，然后甲片打磨一下，边缘一定干净锋利的形状线啊，不要有毛刺。然后后缘咱刚刚不是没有磨吗？可以打磨一下。这一步骤大家可以在之后去处理，可以在之前处理，也可以在这一步上去处理。这样呢，能防止磨到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皮肤磨到它咱们刚做好的前置，前置是昨天做的。衔接处有同学会说，老师衔接处有的需要磨，如果特别的厚，你觉得太厚了，那你可以磨；如果觉得不是很厚的话，是可以不用打磨的啊，不用打磨的。从侧面来看，注意指尖的位置不要上翘，是自然而然下来的弧度。如果剪完指尖上翘的话，大家一定记得把上面也给它磨往下走一走，弧度自然流畅下来，不然涂胶指尖会堆胶啊。好，这个甲型咱们基本处理好了之后呢，甲型反正看大家自己需要了啊，这个就不做什么硬性的要求，没有什么硬性要求。然后接下来10连片，表面多余的灰尘擦干净，一定注意这个缝缝里面会有很多小细灰尘，大家就记得把这个小细灰尘也给它擦干净。
段倾斜水平有的。好了，清洁水啊，酒精清洁水也可以，洗发水也可以，就那些东西。然后来，如果说咱们用速干胶，发现里面有点发白的边缘线，感觉不够白的啊，感觉不够干净的，不要忘了，还是咱们这个新处理剂干燥剂，可以来稍微刷那么一点点，防止因为速干胶见水导致产生的这个胶发白的现象，好不好？这个多多注意啊，多多注意。好了，基本没有问题，边缘标干净净就可以了。然后其实最后封层也可以再去修行啊，会再次去修行的。下一步呢，颗粒胶，颗粒胶。这个后面的步骤应该大家都能想得到的，无非就是贴甲片操作，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去用这个甲片凝胶？因为甲片凝胶照干需要去照灯，对不对？那你两边那个尖尖在翘起来的同时，它还正翘着呢，完了你去照灯，那里面的胶一旦干了，你再拿手往下去压，还有没有用？对不对？还有没有用？主要这个有可能会贴结实，但是这不是担心嘛，以防万一，所以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到，最好用速干胶，一般多数都是速干胶去对啊。你胶照灯，可以边边角角多多注意，涂好之后没有问题的。照灯30秒到60秒钟。这里我就先暂停一下，照完灯接着来给大家操作。然后不用了，然后这个接下来用的胶呢，可以选择2种，产品只是个人不做推荐啊，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光疗胶会更结实，因为像浅贴甲片延长它也不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做，不是做光疗就是不是做止脱就是做这种浅贴，也可以一直长出去，多次利用，尤其是用光疗胶会更结实一点，但你们非得去用什么加布胶，我是非常不建议，可以选用硬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流平胶或者建构胶，然后最好是用光疗胶操作，好吧？来，大家准备一支这个光疗笔。准备一支光疗笔，接下来的步骤大家去看就好了，因为并没有什么操作的大不同啊。布胶的手法是一样的，当你止脱会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绝对问题不大。来，照灯好了，这个时候来，我就用这个啊，这个快速演示，你们用哪个都行，用哪个都行。来，底胶之后，先少取一点光疗胶，在甲面上薄涂一层。不要碰到肉，后缘跟底胶的边缘是重合的。宝宝有这么一层胶痕，那个就是要这一层胶痕。好，铺好之后呢，不要照灯，再去后取一坨胶珠，稍微量多一点点啊，我这个尖底揉轻轻。胶看来不要取到那个刷子根部啊，不要像我这种。然后来看，因为它的弧度本身是比较高的，所以不需要有大量的胶，一会儿我可能会刮掉一部分。来把这坨胶珠我们压到甲面上，我们来往后去拖动着这个胶，对吧？把这个胶转圈给它拖过去，但是千万不要碎点啊。带过去，然后到边缘，其实快靠近边缘的时候就可以了，因为胶有流平性嘛，它会顺着我们刚刚铺胶的那个痕迹，自然而然的淌过去。有气泡的赶走，来两边都是浮在这个甲面上去操作的。这个其实不能只看我们自己喜好啊，还有顾客他的喜好。比如有的顾客他就不喜欢这种弧度很高的，那就像自然一点点，稍微扁平一点点，他能接受，对吧？那咱就根据他这个需要来，但是不能不做啊，不能不做。前面是指甲了，我们就直接刷下来就可以。最好别拉丝，一拉丝气泡就多。好吧，刷完之后就算有刷痕也没关系，这个胶会自动流平。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调整甲面的胶的位置，就是高点是不是指甲并不是很长，那就接近1/2左右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拿一支拉线笔去调节。然后因为它的本甲这个位置有凹陷，所以说我会把这个位置胶填的多一点点，让胶给它补上去。这边也是能看出来吧，它是有凹陷的，所以说侧过来。我一般都会接近于平的去操作。如果你们手法感觉不够稳的，拿拉线笔用笔尖去操作啊。拉线笔都会吧，拉线笔这边也是一样。拉线笔操作。
间去操作，千万别这么用力往下压啊，用力压就这个胶痕就深，你要留平的时间就会稍微长那么一点点。但千万注意，铺完胶后面不要太厚，高点该在哪儿就是哪儿，还要从指尖去检查它的高点是不是在中间，好不好？你如果说同学们，这让我发现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这边铺胶一直都铺不好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再一直这么歪着去做了，不要一直这么歪着去做了，你先把后面其他的地方去调整一下，对不对？把其他的地方调整，你省得说你左边做还没做好的，右边又淌胶了，你来来回回不够麻烦的，对不对？太麻烦了啊！这个胶刮掉，因为刚说过这个假面胶量比较多，然后给大家稍作这个演示一下，稍作演示。因为现在是冬天啊，冬天胶会比较粘稠，所以说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到我手吧。冬天操作这个假面，多角度检查，弧度高点永远甭管咱从哪条线去看，都是一样的。来反手，对，反手倒过来，一定是高点在中间，然后我们反手去调整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我这个假面基本上铺胶的问题就是高点稍微倒平一下，胶比较粘稠的话，大家操作慢慢的，就会是比平常时间稍微久一点点。如果是冬天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那么你们可以用那种夹面垫儿啊。那种作为辅助工具来调节。我先抬高一下啊，就从底下这种抬高一点点，你们看得见。这个问题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拐角区，对吧？现在胶量基本上就铺好了，因为这边有两个灯啊，一个是长方形，一个椭圆形。椭圆形这边可能被什么挡住了一部分，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圆并不是很圆。然后注意，你看两边的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点凹陷的，但是这个位置铺上胶之后，你要从侧面去检查，那个线条只要流畅就好。然后可能因为凹陷造成一些阴影，让你总感觉填不起来，实际上你们已经填好了啊。来，先呢继续照灯，继续照灯。照灯30秒钟，因为用光疗胶嘛，30秒钟之后我们可以干啥？给它塑形呀。指甲宽的、指甲胖的，咱是可以再给它塑形的，对不对？你们各种各样的塑形夹都有啊，拿着镊子都能做。一定是大灯照，如果你们用的是小灯去塑形的话，一定要多照一会儿，因为可能同样30秒这个都照不开。30秒钟，冬天的话适当增加照灯时间，适当增加照灯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他觉得两边比较胖的，因为铺胶导致的，你们就可以这样去给它加瘦，指甲或者啥的都行。因为速干胶已经干透了，所以这样加没问题。但是速干胶在没有干透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去给它加，好不好？它的指甲能看到它后缘比较宽，所以我这边会稍微留入一点点。再推的话，它又是本身那种比较敏感的皮肤，所以说像这种咱给它把形状铺好了，把形状铺好了，剩下就是做啥？擦掉假面的浮胶，然后涂颜色，这就完成了啊，完成了。所以说像这种浅贴甲片跟半贴后面铺胶手法是一致，只不过在前面操作的时候，贴甲片的时候有几个注意点，大家需要多多注意一下，需要多多注意一下，好不好？好了。